什么兵器？老夫练的是鹰爪功，这就是老夫的兵器。得罪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欧阳春，老夫败了。没想到你的武功精进如此之多，连老夫都不是你的敌手。倘若灵儿在世，就更非你之敌了。当年战败之耻，你已全学，难道你还要老夫昭告江湖不成？不，战败了如何？战胜了又如何？3年前，白灵胜了我，如今只剩下一抔黄土。今日，我胜了白帮主，谁又知道3年以后，我又在哪里？欧阳春，白帮主，你说的没错，江湖人不应该只是争强斗胜，要以侠义2字服人。欧阳春却执迷不悟。白灵，3年前一战，你让我潜心苦练，今日跟白帮主一战，却叫我如当头棒喝。从今天开始，欧阳春不再计较胜败得失。今后你作何打算？可愿意留在马帮？不，我志在行侠仗义，笑傲江湖。这一点，恐怕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不过，由你父女2人身上得到的教训，却让我终身受益不浅。欧阳春多有失礼之处，还请白大当家的不要怪罪。告辞。且慢，抛下过去的恩恩怨怨不论，你可愿交我白鹰这个朋友？白帮主，你虽不问，老夫也要告诉你，白灵是因难产而亡，留下一个2岁的孤女。我祖孙2人相依为命，若多了你这个朋友，相信灵儿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。好，我交你这个朋友。从此，我和马帮帮主结下了忘年之交。多年以来，在江湖上闯下了个北侠的虚名。可是，我不时回马帮，和他祖孙俩见面。老帮主告老退隐，我就接下了马帮的帮主。如今，我交还给白小霜，叫他继承祖业。今天这件事，要不是从欧阳兄口中说出，詹某还真不能相信，欧阳春和马帮
还有如此一段往事。故事讲完了，我们也该赶路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欧阳兄，此话怎讲？我怕小双会对八王爷不利。你不是说白小双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，她不会加害王爷的吗？那是以前，今天是白灵的忌日，他一定会带八王爷到坟前去祭奠。情急之下做出任何事情，我们都无法预料。什么？他对八王爷抛弃他们母女俩耿耿于怀，必须让他们亲自解开这个心结。这也就是我一路陪着你跟踪他们的真正原因。只有你才能阻止他伤害八王爷。老帮主跟我都不便出手。驾！这！你不是要带我去马帮的吗？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是带你来向一位故人祭拜。这是白灵的坟。不错，19年前你就应该来了。白小双，这白小双又是何人？她是白灵的女儿。她怎么会有个女儿呢？我就是白小双。你是白小双？那你爹是？我没有爹。我娘在生下我之后，就雪崩而死。这19年来，你从来都没有在她坟前上过一炷香，甚至连她死了，你都不肯来看她一眼。不，我曾说过，我当年不能来的理由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都没有人会相信你。我今天带你来，只有一个原因。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。白灵，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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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灵，昔日一别，竟成永诀。我再也没有想到，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。你爹究竟是谁？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好。
让我这样问你吧，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？在你娘难产之时，那个人可曾来探视啊？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？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像那么薄情的男人，根本就没有心，又怎么会心怀愧疚？马帮耳目，遍布天下，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？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？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，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。如此说来，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？我会让我娘瞑目的，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。你能够找到他？我不仅能够找到他，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。如今他人在何处？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。你是说我是你爹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今天我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就是我的女儿，小。住口！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。你凭什么这样一走了之？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？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。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。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？像你这样的人，还凭什么可以活在人世间？我不知道，白灵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她怀了我的骨肉，我更不知道她还因此而死。若早知道，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。不要找理由，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。不，我不是在找借口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如果你要对我动手，我不会有半点闪躲。就凭我的武功，就算你想逃，也逃不掉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，你就动手吧。好，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。
王爷受惊了。展昭，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？展宝在此，休想伤害王爷。展护卫，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。王爷，展昭，你都听到了，此事与你无关，还不赶快让开！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，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啊？光凭这一点，展宝非管不可。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！住手！爷爷，白老当家，小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爷爷，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明知他是你爹，你不能杀他。爷爷，他不是我爹。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，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。他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准他来，更不准他来上坟。死者为大，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。回马帮去，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。不错，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。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，也该在这里结束。爷爷，我在等你说清楚，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？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。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。不，有关。没有当年，就没有今天，更不会有你。当年，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，马帮虽为江湖，却也为朝廷尽点力。于是，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。你没事吧？多谢姑娘相救，在下安然无恙。他们这些人来自西夏，他们是不想让你买马。姑娘怎么会知道呢？我是马帮的人，白大当家是我爹，我叫白灵。这边请。八贤王一路辛苦了，老夫白鹰未曾亲自迎接，还请不要怪罪。白大当家的好说，若非马帮搭救，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。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，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。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，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。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，同时，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。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，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。万万不敢！请坐。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，白鹰一介江湖草莽，没有大礼参拜，以示失礼，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？
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，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，协助朝廷充实军备，实属难得。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，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。好，的确不愧为八贤王，白婴由衷佩服。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，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。膝下行刺阴谋，不会轻易放弃。在此期间，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。灵儿在。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他。小女白灵武艺高强，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，也可利用空闲之时，充作向导，看看西北的风光。那就有劳白姑娘了。哎，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，那不能那么客气啊！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，叫我白灵。是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这就是当年的情形。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挑选良驹，的确费了不少时日。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，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。白大当家，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。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。各位，请听展昭一言。江湖儿女不受礼教束缚，白灵出身马帮，个性豪爽，敢爱敢恨，那是理所当然。他对王爷情有独钟，才会甘心情愿以身相许。倘若我们用世俗眼光去评论于他，展昭认为，这不但看轻了他，更玷污了他和八王爷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。怪只怪我娘任人不亲，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。小双，爷爷，我没有说错。他离开马帮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，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？不，他来过，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。白大当家的，你为何不让我见他？不是我不让你见他，而是他不愿意见你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王爷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为什么要见他？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，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，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？白大当家的，你不必再说了，你是当朝的王爷，我是马帮的帮主，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，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。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，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，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，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，不知轻重。白大当家的，王爷请自重，白灵不想见你，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。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，永远不要在我父女面前出现。你请吧。
他走了？走了。那就好。灵儿，虽然你不许爹杀他，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？爹，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。你他来自皇室，而我却来自江湖。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，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。不，爹，我了解他，不用你去逼他，他也会把我娶回去。可是我自在惯了，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。那样对他、对我、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。可是你，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？爹，女儿不想嫁人，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祖孙3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，就足够了。你真的这么看得开？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。爹，能怀上他的孩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，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，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。爹，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。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。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，爹就一切依你。原来那时，她就已经怀上了小双，那就是她不肯见我的原因呢。不错，灵儿一向有主见，老夫也知道，对她勉强不得，只好由她。好，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，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，他还是不肯来？小双，那是爷爷不准他来。爷爷，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，就该不顾一切的过来看他最后一面。不，他也曾经试图要来。白大当家的，不，我必须告诉小双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娘生下你之后，犯了血崩之症，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，派人去通知她。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，于是也失去了理智。快点！是，驾！驾！驾！怎么不走了？有人挡住路！白大当家的，回去！白大当家的，回去！白灵她，我不许你去看她。不，我要在她入殓之前见她最后一面。她是因你而死，你还敢去打扰她？因我而死？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不必知道，你也不准去看她。连在她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？
不行！若是我非去不可呢？我就杀了你！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要去。好，到来。是。老夫以此钢刀为誓，只要你不立刻回京，老夫不但要杀你，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。如违此事，如同刺刀。当年因灵儿处死，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，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永难弥补的裂痕。追根究底，都是我的错。小双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。爷爷，我不怪你。白姑娘，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，并无怨恨。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？小双，我不会认你。这19年来，我只有爷爷，只有欧阳叔叔，只有马帮的弟兄，我没有爹。小双，爷爷，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，让我突然接受他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小双，老夫实在没想到会成为这种局面。不能怪他。若要让小双认我这个爹，就要靠我自己努力去争取。秦香莲如今的情形如何？驸马不是他的夫婿，的确让他颇有失落之感。不过，他似乎已经认命，明日和陈春回乡之后，当能面对日后的生活。这样也好。否则，若是驸马果真是那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即使让他伏法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，也未必是福啊。启禀大人，秦香莲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，请。请。香莲叩见包大人。你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你见本府有何事？可是银两太少，不符家用。不，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香莲母子生活所需了。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？正是。香莲知道大人公忙，本不该打扰。不过香莲斗胆，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。你说。当今驸马不是香莲的父婿，包大人未办香莲冒染皇亲之罪，香莲感激不尽。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，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？新科进士之中，除了驸马之外，并没有陈世美之名。依常理推断，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。可是发邦期间已经半年，如果返乡的话，也早该到家了。
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，恰巧与他错过了。同村的陈诚大叔前天刚从村里来，未曾见世美回来啊。这香莲，你的意思本府明白，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？正是。香莲知道大人功忙，可是除了大人之外，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，所以本府明白，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寻，一旦有他的消息，立刻通知于你。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。你且回房歇息，明日返乡路途遥远，还有儿女要照顾，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。是，香莲告退。大人，人海茫茫，何处去寻呢？或许是那陈世美大考落地，无颜返乡，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意外。那就更要去找。对我等而言，固然会因此而增添不少多余的麻烦，然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却是极为重要。所谓鸡鸣之鸡，苦民所苦，这才是为官之道啊。是，大人体恤百姓，足为百官表率。不，本府岂敢图此虚名，但求无愧我心罢了。学生明日会行文各地官府，协寻与陈世美相似之落地举子，一有消息立刻回报。大人何事忧心呢？秦香莲进京寻夫一事，本府始终隐约觉得别有蹊跷，只是虚而不实。或许是大人太过于关心秦香莲母子罢了。或许真是本府多虑了。公公，你总算来了！哎呀，小人我等的心都慌了。来，快请坐。我如果不避人耳目前来，岂不是要坏了大事？哎，是。公公，小人今天在府上的应对，可还适宜？你做的还不错。哎，包大人可曾生疑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好，那就好。公公，您答应小人的赏赐？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大家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。明天你回陈家村就不许再在京城露面，你明白了吗？不过，怎么，你还想违背不成？不，小人怎么敢反悔呢？只是小人冒着被包大人发现的风险，昧着良心说驸马爷不是咱陈家村的陈世美，再加上往来奔波，您看看，原来你是嫌钱少啊！还请公公多赏赐一点啊！说吧，你到底要多少？
多了小人也不敢开口。500两银子。你胃口倒不小啊！500两银子，在公公的眼里，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也罢，明日你到城东的树林里去等着，咱家会给你送过来。谢谢谢谢。明天，今晚不行吗？你当我是开钱庄的？500两银子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想要，明天就去等着，否则，咱家就不管了。哼！公公，您要是不管了，这驸马爷的身份可就……你别想威胁我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把这事捅出去，倒霉的可是驸马爷。这事儿与咱家可无关。哼！不过你做了伪证，那包大人他会饶过你吗？公公息怒，公公息怒啊！行，小人明天就到城外去等。公公，您可一定要来呀！啊！不过，你明天最好是带着行囊，拿了银两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你要在城门一打开就到，晚了，我可不等你。行，小人一定准时到。哼！公公慢走。白灵，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，更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而死。这份愧疚，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。请进。小双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快坐下来说。不用了，我问你2个问题，问完我就走。好，你尽管问，我一定照实说。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知道？不错，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。好，她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江湖女子。她的热情、豪爽、率直、真诚，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。虽然我比她大了10几岁，可是不错，我的确真心爱过她。而且到了如今，我仍然没有减少1分对她的爱意。我这样的回答，你满意吗？不要问我是否满意，你再回答我第2个问题。你说，如果当时他没有怀上我，如果当时他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，你会不会把他娶回去？我会。你那么肯定？虽然
我早有妻室。再说，皇家的规定不许平民通婚，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，就更多了一份顾忌。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，向皇室宗亲争取。结果呢？他们终于同意了。这也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。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。就算你有心娶她，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，受到皇家的拘束。我知道，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，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，做一介平民布衣，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可惜，造化弄人，命中注定。也许我与他终究无缘。你要走了？该问的我都已经问完了。你是肯原谅我了？明日一早我要去祭坟，你可以一起来。公公，哎呀，您总算来了，小人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。怎么，你是怪咱家来迟了？不迟不迟，只要公公把银票带来就行了。不急，咱家有几句话要问你。行，公公，请问。那秦香莲母子是否还留在开封府内？是的，包大人安排他们住在那儿。你可曾告诉他，驸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陈世美？说了。秦香莲有点失望，不过一点没怀疑。很好。那包大人又是怎么安排你的？包大人说认过人就没事了。他要小人回陈家村去。好极了，那咱家就送你一程。不，哪能劳动公公大驾呢？只要公公把银票给小人就行了，小人自个儿回去。哦，你自家回去，咱家可不放心呢。韩琦在。你送他一程。是。不，小人自己走，自己走。咱家是要送你回老家。
公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这次能敲诈洒家500两白银，将来你就要的更多，留着你后患无穷。哎呦，公公，小人发誓绝不会透露出去，小人会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的。公公饶命啊！公公饶命啊！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。杀！把他埋了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是。不是你那么贪心，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。白小霜肯认王爷了吗？认不认虽然不知道，至少他已经接受王爷了。百灵，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她跟你一样，有一身的好武艺。她跟你一样倔强而自有主见，他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。灵儿的确够倔强，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却从不后悔。她没有看错你。白大当家的，老夫早已为过去的作为懊悔不已，还请王爷大人大量，不以怪罪。不，白大当家的丧女之痛，可想而知。然而，我也的确该为白灵的死负责。不，那是灵儿自己的选择，不能怪你。小霜，爷爷，当年的情形你已全然明了。今天，在你娘的坟前，你也该认父归宗了。我姓白，不姓赵。我叫你爷爷而不叫你外公，那是因为我是白家的人。小霜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怪你，可是我不属于皇室，我属于江湖，属于马帮。小霜，你可以选择去京城，认祖归宗之后，你就是堂堂郡主的身份。我宁愿选择做一个江湖人。我相信我娘当初的选择没有错，她没有后悔过。小霜，我虽然不会跟你回京城，可是你可以来马帮看我。我会留在这里，继承爷爷的事业，接掌马帮。王爷，可以启程回京了，免得府中挂记。
白老当家，欧阳兄后会有期。王爷，请上路吧。皇叔出了京城，为何却无人向朕禀奏？回皇上，八王爷不准包大人继续追查刺客之事，更不准过问他的行踪。八王爷的旨意，包大人又岂能违抗呢？可是皇叔的安危，朕却异常担心呢。出了京城，行踪更难掌握。万一皇叔身遭不测，岂不让朕遗憾终生吗？皇上请安圣虑，展护卫已按随八王爷出京，无论八王爷前往何处，皆可确保安全无虞。哦，展护卫守在一旁，确实让朕放心不少。是啊，包大人早已做了准备，皇上实在是无需担心呢。皇叔一旦回京，要立刻向朕禀奏，也好免除朕的忧虑。臣遵旨。还有一事，朕想要包青提出解释说明。请皇上明示。听说你带人前去驸马府追查驸马身份，可有此事？回皇上，确有此事。好，朕倒要听听你怎么说。回皇上，包拯手中有一诉状，将驸马误认为另外一人。为求实情，臣招来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，如今已确认，的确与驸马无关。这就是包青的不对了。驸马身份岂能任人存疑？幸亏此事并未传入太后耳中，太后对玉妹十分宠爱，倘若得知此事，势必不肯善罢甘休。那时包青又如何面对母后？臣为查明真伪，方才出此下策。对此贸然之举，臣自承有错。皇上，包大人此举啊，本是为了公事，然而冒犯了驸马，也的确不宜。依老夫之见，何不让包大人再去驸马府登门致歉，以化解驸马心中的芥蒂？包青以为如何？回皇上，包拯有错，理当致歉。臣会再前往驸马府，向驸马当面致歉。好，包青能坦然认错，那是最好。朕可不愿意因此造成玉妹心中的不快。皇上，臣行事鲁莽，让皇上忧心，请皇上降罪。那就不必了，你自己看着妥善处置吧。臣遵旨。什么？秦香莲母子还未离京？是啊，
那陈春一直未来府衙，学生已经命张龙、赵虎前去驿馆催促。哼，一名小小的地保，竟然也有不知守时的恶习，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大人请勿动气，或许是另有原因。启禀大人，驿馆回报，陈春一早就离开驿馆，连随身的行李也已带走。哦，他不来府衙，却又去了何处啊？大人，属下向守城的官兵询问，一大清早才开城门，就有一个形似陈春的人，匆匆由东城门出城而去。什么？他为何要匆匆出城呢？大人，学生再三交代，要他一早前来接秦香莲母子一同返乡，他却独自出城，实在是有违常理。张龙、赵虎在。你二人带着衙役出东城门打探搜寻，如无所获，沿着前往泸州的路线一路去查，必要时请地方官府协寻，务必要将那陈春查获带回。是。大人，那陈春突然独自出城，实在令人费解。莫非是与驸马府任人之事有关？难说。皇上要本府前往驸马府，为任人之事致歉。届时，本府再试探一二，或许能查出端倪。皇上也知道这件事。不错。然而，眼前先要安抚香莲母子，就让他们暂时继续留在府中，待查明陈春的下落再说。就有劳公孙先生了。是，学生遵命。陈春大叔失踪了。眼前还不能认定是失踪，大人正在派人追查他的下落。陈春大叔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？否则，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独自返乡的。你不要担心，大人要你们留在府中等候，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。娘，我们不是要回家了吗？春哥不急，等爷爷回来，咱们一块儿走。那娘什么时候帮我买笔呀？会的，娘答应过你，走之前啊，一定给你买。哦。春哥会写字了。哦，是啊，刚学会不久，在这里承蒙包大人的资助，我想在走之前给他买支笔，好让他习字。不愧是书香门第，好好努力，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大器。多谢公孙先生金口。包大人可在府上？香莲理当去会见包大人。大人公忙，我看还是不要去打搅他吧。是。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，打扰驸马之事，登门致歉，还请驸马宽宏大量，原谅一二。包大人见外了，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，本宫只是举手之劳，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？吾汝圣上得知此事，对本府颇有微词。本府若是不来，岂不让皇上操心？皇上怎么会知道的？回驸马爷，府中人多嘴杂，或许是有人见了包大人带着陌生人入府，不慎传扬出去。奴婢立刻下令追查，
究竟是何人在发话。包大人因此受到皇上指责，奴婢在此当面请罪。魏总管无需如此，本府擅自带人前来，本是不该。驸马爷不予计较，已是大度能容，本府又怎能再妄加怪罪呢？包大人好说。不过，经过此番周折，本府方知，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意，倒令本府意外。包大人是说，驸马爷有所不知，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。是。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。不过，因为本宫一直嫉妒于成交，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。本府持掌驸马多年，当然无缘见面。本府入仕离开合肥之时，驸马恐怕尚未启蒙吧？是。不过，合肥城郊白云寺，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，倒是常去。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？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。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，本宫寄读白云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哦，是吗？本府入朝为官久未返乡，不想如今已是人事全非。本府失态了，还请驸马爷不要见怪啊！不敢。包大人为国为民，公而忘私，本宫佩服。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，不便多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魏明，奴婢在，代本宫送包大人。是。请。包大人请。恭喜太后，脉象平稳，气血顺畅，太后凤体无恙。好，你是御医，要实话实说，不要尽捡些好听的来敷衍哀家。老臣不敢，太后确实身强体健，无病无伤。那就好，年纪大了，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喜事。太后，还有更大的喜事啊！你指的是什么喜事？乐平公主的喜事，难道太后还不知道？乐平公主的喜事，启奏太后，公主有喜了。你是说公主怀孕了？正是，这岂不是太后的大喜事吗？这孩子，天大的喜事，竟然不说。内侍在，摆驾前往驸马府。奴婢遵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包大人又来府里干什么？包大人只是来致歉，驸马爷又何须动怒？哼，致歉？那他敌白云寺的明慧老方丈干什么？分明就是来打探本宫的虚实嘛！驸马爷多虑，那包大人只不过是随口问问。再说，驸马爷又是对答如流，又何必担心呢？
对答如流。谁知道那明慧老方丈是何许人也？若不是本宫大胆一搏，当场就会被那个包黑头看出破绽来。奴婢也觉得奇怪，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呢？很简单，包大人已经为官20余年，他年轻时的老方丈，至今不已七老八十，说他圆寂至少有80%的把握。驸马爷的确是聪慧过人，言之有理呀。眼前这一关给我侥幸度过，但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难关？魏明啊，你给我找的这个身份，不如你说的那样单纯。驸马爷请放心，那包大人查也查过，陈春也来认过人了，不会再有任何问题。眼前陈春是给收买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问题呢？驸马爷不必担心，那陈春永远也不会出现了。你说什么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竟敢利用这件事来敲诈勒索，奴婢只能让他永远闭口，消失人间。你把他杀了？不杀他不行啊！奴婢这么做都是为了驸马您好啊！你太后驾到！母后，别起来，别起来。该起来的时候啊，就该起来；该活动的时候，就该起来活动。一切都要听御医的话。哀家可不许你擅自做主，任意倔强。母后，您要来驸马府，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吗？哀家要不是这么做，谁知道你们还打算瞒着哀家多久？母后，虽然你不是哀家所生，但是哀家一向是最疼你的。你看你怀了身孕都不告诉哀家。驸马，臣在。你说，这是不是你的主意啊？回太后，臣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欺瞒太后。母后，你不要怪驸马，是女儿的主意，不让禀报母后的。哦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女儿是担心母后重男轻女，如果生了儿子，才敢禀报母后。岂有此理！如果你们生了女儿，那就打算瞒着哀家一辈子啊？啊，没有，母后。生儿生女都是哀家的外孙，哀家可不许你以后再有这种想法，明白吗？女儿明白。驸马，臣在。当初公主看到你跨马游京，要哀家招你为驸马，如今公主又怀了你的孩子。从今往后，你可别辜负了公主的一片情谊。世美不敢。我料你也不敢。如果你敢辜负了她，哀家可要你的脑袋。母后，你别吓着她。哀家可不是吓她。如果她真敢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哀家可绝不会饶过她。母后，好了，我们不说她了。你怀了孩子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你呀，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，一定要听御医的话，知道吗？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啊。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。
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？公孙先生，恐怕你我俱都错了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的？礼部学籍、王丞相的指认，还有就是陈春在驸马府亲眼所见。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，泸州府的回正也是根据学籍，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。大人怀疑之处何在？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，又如何？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，不论学籍，单论本人，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？又将如何判定？指认，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，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。大人，陈春来京，这就是主要的目的。而陈春也已证实，驸马并非来自陈家村的。然而那陈春，如今又安在？陈春凭空消失，绝无可能。唯一的解释，便是他被人收买，做出伪证，而后被杀之灭口。不过，大人，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，尚难以认定。那是当然，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。既然真相未明，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？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，露出了口风。学生愿闻其详。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，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？他却言道，也已圆寂多年。哦，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？不，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。如此说来，他是在说谎。不错，而这谎言恰恰说明，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，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。他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太后要回宫了。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。哎，驸马稍后。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，连皇上也得让公主3分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，只要公主受到伤害，太后是会不顾一切地为公主挺身而出。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事到如今，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，不能松口，否则，哼！没有找到陈春。是。
东城外10里方圆都找遍了。邻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？回大人，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，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，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。你们辛苦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大人，那陈春不可能凭空消失啊。看来本府的推断的确无误。大人若要再度查证陈世美的身份，恐怕仍然要从舒城县陈家村找人前来。不，再传人来，难保不会再被收买，再被灭口。可是大人，如果没有人证实陈世美的身份，大人也不便有所行动啊。不，府中就有一名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人证。大人是说秦香莲？王爷，何不让展昭安排车驾回京？如此一来，也可免除王爷在马上颠簸之苦。马上虽然颠簸，却能让本王回想起当年的情景。唉，恐怕展护卫很难体会本王现在的心境。王爷错了，展昭能够体会。哦，难道展护卫也曾经为情所苦，为情所困？王爷见笑了。不，唯有性情中人，方能体会这个中滋味。我又怎么会取笑于你？不知展护卫可愿略述一二？展昭本来有一位红粉知己，原本已谈婚论嫁，可最后却落得两相分离。哦，可是有第三者介入？没有。那是他家人反对？不是。那，是否跟白灵一样自有主见，而不屑于世俗的理智呢？那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他相依为命的哥哥犯下了贪赃枉法、教唆杀人之罪。是你杀了他？不，是我揭发了他的罪状。最后他自刎而死。本王明白，就因为如此，所以他非要离开你不可。本王说的可对？正是。唉，你当时的痛苦和无奈，本王可想而知。跟你相比，本王可谓幸运的多了。只是这小双，他不肯认我这个爹呀。王爷不必挂心。展昭认为，白小双已经接受了你，只不过一时难以改口罢了。你真的这么想？王爷倘若不信，
大可在他接掌马帮之日再来看他，到时候自然明白。有你这么一说，我就释怀多了。上路吧，再不回去，包大人就心急如焚了。包大人，陈诚大叔真的失踪了吗？不错，本府派人遍寻不着。他若本府没有错估，恐怕他已被人杀害。可是陈诚大叔平时并未与爷结怨，又会有谁要杀他呢？对方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。包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相爷，倘若本府判断不错，那陈春被杀人灭口，乃是因为做了伪证。包大人的意思是，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夫婿。